他堪称史上最强落榜生，门阀世家的终结者，李唐王朝送葬队伍的带头人黄巢。他用实际行动向我们证明了条条大路通长安，考不进去咱们就换个思路打进去。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看看这场改写了华夏历史走向的著名灾难黄巢之乱。这场黄巢之乱是怎么爆发的？先从大唐的白色黄金说起。如今我们习惯将石油称为黑色黄金，那么在大唐，所谓的白色黄金指的是什么呢？没错，正是盐。油是精神的支柱，而盐则是体力的源泉。毕竟谁能不吃盐呢？盐的历史早在27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经被深刻理解。齐国宰相管仲曾对齐桓公说，10口之家有10人吃盐，100口之家就得有100人吃盐。如果盐由朝廷垄断，每升盐哪怕只涨2钱，那一年就能多出大量收入。自此，盐铁专营开始，并成为历朝历代帝国增加财政收入的利器。到了汉武帝时期，正是凭借这把利剑，汉武帝成功化解了财政危机，助力成就了一代霸业。不过，在大唐建立初期，唐太宗李世民选择与民休息，宣布大唐不搞盐铁专卖，提出山泽杯湖与众共之，即大江大河由皇帝与百姓共同拥有。然而，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大唐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连官员的工资都难以发放。局势所逼，大唐不得不重启食盐专卖制度，也就是开始实施确盐制。最初，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均由朝廷掌控，盐油产盐户以每斗10钱的价格出售给朝廷，朝廷再以110钱的价格卖给百姓。但由于朝廷需要承担收盐、运盐、卖盐的工作，导致官僚体系庞大。为了精简人员，盐铁使刘晏进行了改革，将官运、官销改为商运、商销，朝廷授权盐商进行统一运输和销售，这就出现了中间商。然而，随着大唐官场逐渐腐败，这些盐商也逐渐失控，他们私自抬高盐价，最终将价格提升到每斗310钱，盐商从中谋取巨额利润，而朝廷则得到的越来越少。正如白居易在《盐商赋》中所描述的，盐商的财富暴增，使得娶盐商为夫的女子生活富裕无忧，彻底躺平。可惜的是，盐商的暴富是由贫苦百姓买单的，暴涨的盐价让百姓苦不堪言，甚至有人不得不食用啖食。于是私盐贩子们看准了官盐与私盐之间的巨大价差，迅速崛起。由于私盐价格远低于官盐，它一经出现便深受百姓欢迎，当然也遭到了朝廷的严厉打击。史书记载，贩卖私盐超过1担便要被处死，邻居若不举报也会一同陪葬。面对朝廷的高压政策，私盐贩子们不得不武装自己，广交豪杰，组成帮派，踏上了武装贩盐的道路。到了5代十国时期，几位重要枭雄都是由私盐贩子出身，而元末与朱元璋同台竞争的张士诚也同样是私盐贩子的代表人物。而本期视频的主角黄巢与其他私盐贩子不同，他出生于私盐贩子世家，从爷爷那代起，黄家就开始贩卖私盐。到了黄巢这一代，他们家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在当地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原本黄巢应该继承祖业，安安稳稳地做个私盐贩子，但老黄家对他另有安排，他们希望黄巢能够考取功名，进入朝廷为官。如果黄巢官做大了，或许还能为家族搞到一个食盐特许经销商资格，届时就能转私为官，生活更上一层楼。可惜黄巢在科举考试中屡试屡败，最后一次考试结束后，黄巢仔细查看榜单，发现自己的名字依然不在上面，他心中愤恨，决定不再参加考试了。离开长安城时，他恶狠狠地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靠近长安的路走不通，黄巢想，或许可以换个思路，杀进去。于是他心中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要杀回长安。这个决定一等就是将近30年，黄巢已经接近50岁了，他意识到再不行动就老了。就在这时，机会终于来了。公元873年，咸通14年，大唐皇帝唐懿宗李璀去世，年仅12岁的李轩继位，哭着接手了一个烂摊子。李轩运气实在不好，自他继位起，关东地区就开始持续大旱，从亳州到大海，整个秋季颗粒无收，百姓们只能以麦穗渣当饭，槐树叶为菜，饭吃不饱也罢，他们还不得不卖妻卖子以缴纳租税。小皇帝李轩得知此事后，立即下令不再向关东百姓收租税，以减轻他们的负担。地方官吏们接到通知后，表面上欢欣鼓舞，跪拜皇恩浩荡，转头却依然兴高采烈地继续收税。皇帝说不收，他们便自作主张代收，将百姓卖儿卖女换来的租税收入自己的腰包，用来享乐。走投无路的灾民们在绝望中选择反抗，他们开始集结起来，四处起义。潼关以东，民变此起彼伏，而其中最为壮大的并非黄巢的队伍，而是王仙芝。王仙芝是蒲州盐帮的首领，出身私盐贩子，财力雄厚，势力强大。他轻松地组建了一支起义队伍，但起义后的他面临一个难题：如何在有限的灾民资源中快速扩充自己的队伍？虽然大家不常起义，但招新人总有些经验。王仙芝喊出了一个极具号召力的口号：天补平均，意指让天下的财富得以平均分配。这个口号对于饥寒交迫的灾民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他们纷纷涌入王仙芝的营地。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他的起义部队也因此号称草军。虽然王仙芝的草军人数不断增加，但他很清楚，仅仅依靠人多并不足以确保成功，他迫切需要一场关键性的胜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时至咸通2年，王仙芝率领草军向蒲州、曹州发动进攻，朝廷急忙派遣天平节度使薛崇率军迎战。然而此时的王仙芝已经兵强马壮，薛崇的军队不敌草军，最终大败，蒲州、曹州相继沦陷。这场胜利如同一声惊雷，震动了整个起义军的世界。大唐正规军竟然也不过如此。王仙芝大败朝廷军队的消息一经传开，各路起义队伍纷纷响应，纷纷汇集到王仙芝的旗下，草军的规模迅速膨胀到了数万人。然而在曹州附近的百姓心中却有一个疑问：王仙芝攻陷了曹州，怎么和传言中说的不太一样呢？原来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金色蛤蟆争奴眼，翻却曹州天下反。这句谶语似乎预示着曹州的反叛与天下大乱。喜欢历史的人可能会发现，古代的起义和王朝覆灭似乎总是伴随着某些神秘的预言或谶语。这样的谶语之所以能广泛传播，正是因为在信息流通受限的时代，一首简短易记、神秘莫测的童谣能快速传播，成为鼓动民众、煽动起义的有力工具。这句金色蛤蟆争奴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究竟出自何人之手，一不可考，但他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黄巢。此时的黄巢看到大唐王朝官吏腐败，百姓困苦不堪，华夏大地满目疮痍，民变此起彼伏，突然想起了自己当年立下的誓言：我总有一天要杀回长安城，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决定自己也要行动了，于是黄巢召集手下慷慨陈词：各位，你们听过金色蛤蟆的预言吧？金色不就是黄吗？这预言中说的金色蛤蟆，难道不正是我黄巢吗？凭借这一预言的加持，黄巢顺利地拉起了自己的义军。黄巢家3代贩卖私盐，本来就积累了不小的势力，再加上他本身善于骑射，为人豪爽仗义，在当地颇有威望，因而他的队伍迅速壮大。不过
此时的黄巢并不急于独立行动，在群雄并起的时局下，很多小规模的起义队伍都希望能够归附到更强大的起义军中，从而获得更好的前途。王先知和黄巢同为私盐贩子出身，早年之间有过合作，因此当黄巢率众前来投奔时，王先知非常高兴，感叹道：兄弟，有了你的加入，咱草军那可真是如虎添翼了，从今以后咱哥俩可以横行天下。王先知随即任命黄巢为草军的2把手，至此黄巢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眼见王先知的草军势力不断壮大，朝廷终于按捺不住了，紧急下令调集淮南、中武、宣武、义城、天平5军的节度使，组成了一个平叛领导小组，希望通过联合作战来剿灭草军。在这关键时刻，朝廷号召各方军队团结一致，摒弃私心，共同推进平叛工作。然而王先知也没有闲着，他与黄巢一同率领草军向宜州发动进攻。宜州是平卢军的地盘，面对叛军来袭，平卢节度使宋威立即上书朝廷，请求带兵抗击叛军，并要求朝廷拨发5000步骑协助平叛。朝廷无奈之下，不仅答应了宋威的请求，还任命他为诸道行营赵讨草贼使，相当于平叛小组的总指挥。各方军队都要听从宋威的指挥行动。在宋威的统一调度之下，朝廷的平叛军队迅速集结，准备与王先知的草军决一胜负。然而虽然草军人数众多，但毕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草台班子，士兵们加入草军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吃顿饱饭。听说朝廷军已经联手集结并形成包围之势，他们的气焰瞬间萎靡了不少。一旦战斗真正打响，草军士气低落，基本上没有怎么抵抗就迅速溃败，仿佛一碰即碎。平叛联军首战告捷，给了朝廷一个绝佳的机会，如果此时乘胜追击，或许后面的叛乱就不会如此难以平息了。然而宋威却没有继续作战的打算，他忙着向朝廷写战报，向小皇帝汇报自己的丰功伟绩。宋威在捷报中大书特书，夸大了草军的强悍与己方的英勇，甚至虚报说自己已经将叛军首领王先知斩于马下。收到捷报的小皇帝龙颜大悦，觉得平叛工作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立即下令嘉奖宋威，并让平叛联军各自返回驻地进行休整。对于这些士兵来说，他们高兴得不得了，以为终于可以放个假，享受平静的日子了。然而草军虽然溃败得快，但重新聚集起来的速度也快。对于这些灾民来说，除了跟着王先知与黄巢作乱，他们根本不知道下一顿饭该去哪吃。因此王先知与黄巢迅速收拢了溃败的队伍，短时间内恢复了战斗力，又开始四处抢掠州县。得知草军又卷土重来的消息，原本准备回家度假的唐军将士们心情跌入谷底，怨声载道。更糟糕的是，他们得知王先知根本没有被杀，宋威的战报竟然是假的。于是各军阵的将士们对宋威充满了不满与怨言。本就骄横的唐军将士在这种情况下更是消极怠工，有些甚至直接发动兵变，公开造反。面对这样的局面，宋威自己也失去了斗志，干脆撂挑子不干了。他对朝廷说，你们爱谁平叛谁平叛吧。于是他退守亳州，开始袖手旁观，任由草军继续作乱。王先知和黄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虽然前不久打了败仗，可唐军内部却迅速瓦解，竟然毫无斗志。在这种情况下，草军莫名其妙地赢得了顺风局，开始在各地横行无忌，接连攻克了阳翟、夹城、汝州、阳武、颍州、富州，甚至还攻打了郑州、唐州、邓州等地。尽管在进攻郑州时在中牟遭遇了一场失败，但总体上他们一路势如破竹，再无大的败绩。在汝州，王先知和黄巢还俘虏了汝州刺史王廖。这之所以要俘虏王廖，是因为他哥哥是当朝宰相。
王廖的出身让他成为一个重要的谈判筹码。当时王仙芝和黄巢的兵力强盛，按照这个势头，江淮沦陷几乎指日可待。朝廷对此感到极为震惊，因为江淮地区对大唐至关重要。正所谓天下资粮半出江淮，江淮可是唐朝的钱袋子，因此皇帝和大臣们一时非常焦急。尽管灾民的生死暂时可以不顾，但一旦钱袋子出了问题，朝廷的奢靡生活就难以维持。就在朝廷为此发愁时，突然传来了一个好消息，草军的首领王仙芝表示愿意归降朝廷，只要朝廷给他一个官职就行。这个消息是时任齐州刺史的裴沃送来的。原来事情是这样的，一天，王仙芝和黄巢带兵攻打齐州，裴沃收到了草军大营送来的信，信中提到他的恩师王廖已被草军俘虏，如果他聪明，就应该赶紧开城投降。出于对师生情谊的顾念，裴沃打开了城门，迎接王仙芝和黄巢入城，并设宴款待了草军诸将，还赠送了大量珠宝，成功获得了王仙芝的好感。在合适的时机，裴沃开始劝说王仙芝归降。他告诉王仙芝，如果有归降的意愿，他愿意上表朝廷，为他和手下将士求得官职。王仙芝出身于私盐贩子，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以前贩盐时就经常被官兵追着跑，因此对正规编制一直心向往之。得知王仙芝有归降的意向，小皇帝赶忙召集宰相们开会讨论，其中2位宰相强烈反对。他们提到了当年庞勋之乱，庞勋拥兵20万，但皇帝唐懿宗都没有赦免他，如今王仙芝只是个小贼，怎么能轻易赦免？这只会助长各地叛军的气焰。然而另一位宰相王铎却强烈赞成招降，原因很简单，草军俘虏的王廖是他的弟弟。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朝廷最终决定给王仙芝发委任状，任命他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左神策军押牙的职位听起来很威风，但实际上只是京城守备队的一个2分队队长，而监察御史也只是个低阶小官，官职比县令还低。虽然这个职位并不显赫，但王仙芝却感到非常开心。王廖和裴沃也亲自前来祝贺，称呼他为王将军。他们表示以后大家就是同事了，还调侃着称呼他为小王。然而站在一旁的黄巢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拿过委任状仔细读了几遍，确认上面没有自己的名字。科举落榜，造反求官也没他的份，大唐是不是在针对他？愤怒的黄巢终于忍不住了，他对王仙芝发泄怒火，一拳打在他的脸上，质问道：当初我们誓言一起横行天下，如今你要去长安当个小队长，那我们兄弟们该怎么办？黄巢的怒火点燃了草军其他将士的情绪，纷纷指责王仙芝不仗义。王仙芝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忽略，连忙表示大家别急，这官我不当了。但为时已晚，黄巢一挥手，带着3000多人离开了草军大营，宣布自此单干。好了，各位，以上就是视频的全部内容。本期内容咱们主要聊了黄巢之乱的开端，请各位稍作休整，因为下一期咱们就要跟着黄巢打进长安城了。